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哥。然后今天到农村来了，今天第一次到玉南农村。结果到玉南农村以后，我觉得其实还没有待在城市里面好。玉南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到大城市去打工了。年轻的女孩子现在基本上都到北宁、北疆到河内大城市去打工去找工作去的。农村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年轻人啊，年轻人特别少。我到农村去转了一下啊。今天我们到农村这边来转一下。农村的话，其实基本上都是老年人，小孩比较多，跟咱们中国一样，现在都是留守儿童跟老年人多。待在农村的话，我感觉也难找。待在农村的话，我感觉也难找对象。这个农村这边，我刚问了一下，那个住宿很贵。那个农村的住宿比城市还贵，比老街还贵。刚刚我问了一下。住宿的话都是30万，30万起步，30万就是90、100块钱啊，反正价格还是挺贵的。吃饭的话也是蛮贵的，基本上也在5万左右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找对象的话，在农村的话可能也比较困难。现在在这边找了一个地方，在这吃饭啊，在这个。农村这边吃1碗粉，这个粉是多少钱？10块钱。10块钱吗？反正我今天第一天来农村啊，说实话，我觉得待在农村还没有待在城市好。玉南农村的这个消费比城市还贵，吃饭比城市还贵。这边住宿的话也是蛮贵的啊。再一个，我觉得现在真的，越南现在跟咱们国内一样，年轻人都去城市打工了，农村基本上没有什么年轻人。这是1碗粉啊，3万，最便宜的了，在农村吃的最便宜的，没有比这个更便宜的了。放上柠檬，柠檬这是醋。我都不知道放什么调料了。就柠檬嘛。这个行不行啊？是啊，分量太少了，根本就吃不饱，得吃2碗。可只吃越南的份了。这也没什么味道，一点味道都没有的，很清淡。好像还行，好像吃的也还可以，味道是还是能吃得下去。分量少。10块钱，国内可能8块9块吧，差不多。反正这个9块分量好少。国内可能8块9块10块，是吧？这里就相当于我们那里一个镇，哇，相当于一个镇一样。我在那里花了16块钱也没吃饱啊，所以我现在又吃一下。这吃就刚才那个第一个那个地方。那这是第2碗了。还是要吃米饭的。有米饭呀，有哪里没米饭？炒饭。对啊，炒饭来的。那炒饭多少钱？你可以问一下他。
没有他那个多少钱。那他的有炒饭有炒菜。那吃饭肯定没有吃饭肯定没有吃饭那么顶肚子。看我们现在到农村了啊，在农村这边这个镇上，这个是县城还是镇上弄不清楚，这个应该是县城吧，在这边然后找住的地方呢，找了半天还没找到住的地方，然后现在刚刚吃过粉啊，然后我在这遇到了2个朋友，然后我们3个人一起在这边找住宿的，语言不通，然后没找见，刚刚找了几个都是30万起步，有点贵，所以就没住。现在在这边重新找呢，看看有没有能找到便宜的。第一天来玉南农村啊，我都有点后悔了，真的有点后悔了，因为农村的话不方便，农村干什么都不方便，不管是吃饭还是住宿都没有城市里面方便，而且吃饭住宿的这个消费不比城市里面低，有的时候咱们觉得这个小地方的话，说不定住宿还便宜，吃的还便宜，但是小地方的话比大地方还贵。再一个就是现在玉南农村的话也没什么人啊，农村的话现在很冷清，农村的话现在和咱们中国一样，基本上已经空心化了。哎呀，这有个狗，吓死了！这个狗玉南农村这边到处都是放的狗，到处放的这个狗，也不拴绳，到处乱跑。我刚刚看到好几个，这里面又有一个，这边又有一个，它没拴绳，在这儿卧着呢。这我有点害怕。这农村好多狗都没拴绳。玉南农村现在也已经空心化了。年轻人基本上都到大城市去打工了。农村的话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和小孩子比较多。20、30岁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在大城市去打工了，所以农村的话也很冷清，特别冷清。街上也看不到几个年轻的女孩子。这边就是农村，刚刚我们从农村那块过来了，农村那里实在找不到住的地方，所以就到这个，所以就到这个县城。我的妈，有只狗，到处都是狗，所以现在到这个县城这边来找住的地方。他这块放养的狗太多了，到处都是放养的狗，所以这第一次到农村来，我都不想在农村待了，都想明天去河内，还有北京工业区呢，不想在这里待了。在玉南农村这边看到了一个庙，北河，这字还不认识，这边是汉字，这里肯定要门票的，应该是个寺庙。玉南农村的话，现在这个古建筑上很多都是汉字，只要是古建筑基本上都是汉字。现在我们还在这个玉南山里面的这个农村这块逛呢，还在这里溜达呢。但是这块住的地方不好找，这块住的地方都是酒店，小的住宿都没有的，酒店的话就比较贵。现在我们吃过饭，在这边逛逛，在这边溜达一下。明天准备到河内，然后在河内待几天，然后再准备去北宁，就是这样的。现在目前就是这样打算的。到北京工业区待着吧。工业区的话，打工的女孩子比较多。在工业区的话，找对象的话应该会好找一点。工业区的话，吃饭住宿也比较便宜。现在我们目前的话就这样计划的。现在这里是最繁华的一条街道，这里是这个县城最繁华的街道，带大家看一下。现在我们过来在这溜达一下。现在还在找宾馆，还在找住的地方。它这条街还是挺繁华的，
但是人不多，看着没什么人，看着人特别少。这大中午的，这街上也没有人。今天天气也不热嘛，天气也挺凉快的，但是路上就是没什么人。卖东西倒挺多的，都开门的了，但是街上人很少。今天天气的话也不热嘛，今天天气也挺凉快的，挺舒服的，但是就是没什么人逛街，生意还冷冷清清的，冷冷淡淡的这里。大家看这边街道上，偶尔有几个摩托车过来过去的，基本上没有走路的人，没有散步的人。今天的话没有什么太阳，天气阴着呢，不冷不热，还是比较舒服的。在越南这边看到一个大锅，这个锅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这么大一个锅做饭的吗？不知道这是弄啥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刚刚在这里找了一个宾馆，30万，然后我们3个人，一人10万住一个房间，然后这个房间的话，只有2个床，一个大床，一个小床，2个人睡一个大床，一个人睡一个小床，就只能这样了。说实话，到越南农村这个住宿比在城市里还贵，在老家的时候还有15万的这个宾馆，到了这个山里面农村。低于30万的没有，找遍了啊！这个县城找遍了，只有这一家30万的，其余的都是最低40万、60万、70万，还有80万的。反正这里住宿的话挺贵的，所以明天的话我们有可能就要走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刚刚在这边找了一个宾馆，30万90块钱，将近100块。大家看环境怎么样？一个大床，一个小床，是个标间。它越南这边的标间跟咱们国内的标间不一样。咱们国内的标间的话，就2个一模一样大的床，然后它越南这边的这个标间，它都是一个大床一个小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，因为他们这个安排的就是一个大人一个小孩，大人带小孩出来旅游的话，这样住的。所以它，东南亚这边好像普遍都是这样的，标间的话都是一大一小，环境的还是可以的，环境还行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在山里面住的一个标间，窗户打开就是越南的北部山区，这边环境非常好，环境的话还是非常美的。现在越南这几年的这个经济发展起来，这个消费水平的话，现在也提升了。消费水平现在跟国内的话是不相上下。现在在国内的话，像这样的山区住宿的话，也就是个70、80、100左右。越南这边现在也是，像这种地方几乎没有90块以下的。这个房间现在是在这里找的最便宜的房间了。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。好，大家拜拜。